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把事情都告诉乐乐了？嗯？我就想多帮你一回。干嘛呀？这是外面。倾听我欲言又止的人生，我们都像流浪者的风筝，却又不肯一路顺从。你以前经常开车带我到这儿来，10几年了，好像一点都没变。当初你的离开是为了成全我。你去找你爸爸了？我没有你说那么伟大。那个时候出了那些事之后，其实我心里很难过，也很骄傲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我就想，应该把决定权留给你。只要你不放弃，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就一定会坚持。哪怕有一天你想放弃了，我也不怨你。可是后来你爸爸来找我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他是为你好。我可以为了我们感情放弃我所有，但我没有权利让你那么做。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怜悯我，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有一天会不高兴不快乐。我最怕的是你有一天会后悔。谁一等再等，谁一梦再梦，让空荡的手重逢。我们都在为对方着想，都在为了彼此牺牲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离开没有让我的人生更好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我经历过最真实的人生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不许哭，你哭，不许哭。他不怕日鹿咬他？他可喜欢动物了。那天到那边，我记得，哇，很热很热。他一到那边就好像跟他们很熟呢。他还跟我说他是大哥，他们已经结拜了，结拜三兄弟。他跟羊驼和骆姐们。是鹿是二个，然后大哥。羊驼他是二个，他是大哥。哦，他是大哥，他是大哥，这是小弟，可喜欢了呢。坑那个，收这个。那天在和泥吗？不知道，那天就是一直挖，不知道挖什么，而且他非得让我拍照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，哪里好看？脸都看不清楚。这样就是很萌。萌，这个衣服，洗澡都不愿意脱，起码1个月，就是很爱这件衣服。只有这一件，我不知道他只有这一件穿了1个月。我就想让他，反正这件衣服是他当时最爱的，觉得我也要这个衣服，真的。辛苦你了。
这些年，你把他养得这么好，我觉得我亏欠你们太多了。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对你们好，把这些年的缺失都弥补回来。我真的现在特别着急，我想了解他成长到现在所有的点点滴滴。我等他面试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来尝一尝。好，来，你口味还可以吗？嗯，还是好喝。嗯，哎，你看看我还找了什么东西回来。看到了。我每次把它放在办公桌前面，看见它的时候，每次会想起12年前你们第一次来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的时候，太开心了。你样子都不一样了，整个，再沧桑一点。志愿厂长，好，接下来的后续工作还有中间的所有事情都只能靠你了。好，应该。等雨停了，确保没有第二次危险，我们再开工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就去安排。我呀，啊，要求啊，我们这原材料的缺口有多大？至少有25吨左右。放心，交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是。冯总，这次受灾，我们都知道。你是压力最大的，也是最难受的。你忙前忙后，1分钟也没有休息过。其实人就跟压力锅一样的，偶尔也需要释放一下。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真的。好事多磨，我还可以等，我还可以等他再次面试。我相信你。一定。待会儿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。马上啊！你创办的美育培训中心，我们这边的小孩都受益匪浅，他们非常感谢你，写了很多的感谢信，可是又不知道地址在哪儿，所以委托我呀，一定转交给你。一样。哇，都是他们的一些心意呢。都是他们自己写的。对。哇，好多。这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画的。对，自己画的图，然后自己写的。是的，都在培训中心的时候去得到这些很多在课外的东西太多了，真的是。真的挺多的。那你带我跟他们说，东西我收到了。好的。叔叔你好，首先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接触了音乐、钢琴、芭蕾舞这些美好的东西。虽然我没有见过您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对你有万分的崇敬。我幻想您是一位优雅的绅士，许真。非常好，头的位置，手的位置，好。好，手的位置。整个您的这个形体啊，光线都特别的完美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一会儿再来一条的话，就是希望您二位肢体上的交流稍微多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那让于凡先休息一下。好嘞，我也喝一个咖啡。好。你们也休息一下。好。刚才这条很好，但是光线不太够。我都说了，我想跳芭蕾，
学表演。多一点不是东西。我现在刚上完芭蕾课，我求求您了。谢谢你的谅解，接受我们延期交货，我们估计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。喂，你好，咱们的订单有没有可能同意推迟呢？很抱歉，这一次的订单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履行合约上的违约金。你的困难我能理解，天灾嘛，就按你的处理方法办吧。我们今年新款红酒的样品您品尝还可以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感谢刘总的信任，能有2吨是吧？哎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合同拟好以后我们会发给你。哎，谢谢你，徐总，你的短信我收到了，感谢你愿意接受我们延期发货。对，改天一起吃饭，我做东。谢谢你。这个样品的口感还是不错的啊，只是我们的订货量比较大。若是延期交付的话，我们可能会丢失很多客户啊。而且冯总这次新收购的葡萄，我们也比较担心品质是否达标。要不这样，除了合约上以外的赔偿，针对可能你们会有的客户损失，我再拿出货款的15%作为赔偿。太好了，冯总，你能给到我8吨，够。你看这样，我按照市场价再加5%给你，好不好？别跟我客气，你现在人在哪？我现在过去找你，把合同我们签好吧？行，你等我。订购2017年年份酒的酒商已经全部通知完了。选择退款的人多吗？多亏您把样品选择免费送给大家，大家尝到酒之后对咱们特别有信心。直接选择不退款，愿意接受咱们下次发售的年份酒。OK， 不退款的人比例多少？80%左右。我今天联络了几个大的酒商，也是这样。可是原材料葡萄我只联系到8吨，还差了很多。没问题，我这边能搞到20吨左右。你们做得很好了，赶紧回去休息，辛苦了。好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不回去吗？我马上。好。明天你不用来了。答应给你们4天假期，忘了吗？可是我们还没有完成。是啊，你们处理的已经很好了，做这些比卖酒的更难，你们已经很棒了，加油！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老板辛苦了。喂，手机。哦。实在是抱歉，因为我们的问题让你们为难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希望推广我们的国酒的，这也是我做这一行的初衷。能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，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有同样初衷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。所以最难面对的就是2位，抱歉，这么晚了才通知你们。今天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起那天你跟我说的你们品牌的故事，这个呀最打动我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我知道你们的订单也非常着急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推荐一家国酒品牌，他们的酒庄和我们一样来自同一个产区，我对他们非常熟悉，在品质上一定是有保证的。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。哎，冯先生，这个红酒品牌叫什么名字呢？冯总，这可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啊！你怎么会想到我呢？我们的葡萄酒都来自同一个产区，虽然酿造技术有些许不同，但不管是口感上还有品质，都完全可以作为优质的国酒打入国际市场。我就是非常诧异啊，你完全可以从别的厂家调原材料嘛。
这么好的机会，真舍得让给我呀？这个时候正好是各个厂家酿酒的高峰，等我把葡萄找出来再酿出来，交货时间早就过了。况且，我并不觉得是把机会让给你，反过来是你帮我解决了问题。王总，我们都代表着国酒，可以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也能做出顶级红酒。冯总，你这格局，佩服。这次泥石流啊，给你们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，你还愿意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我们华灿？给你说个事儿吧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之前你们希聂2017款，我买了很多，当时主要是为了做对比研究。那这次，我就把我的库存全部拿出来给你，应该够了。你带着你们希聂最好的酒，一定没问题。全部给我。谢谢你，王总，我立马联系我的财务，也按照市场价1.5倍给你打款。哎，别客气。你刚也说了，代表国酒嘛，我必须全力支持。这样吧，成本价。谢谢。好好练琴啊，这次一定要认真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！没事，再见呀，拜拜，再见。吴老师，哎，谭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他们说你请假了，回来了。我出了点家里的事情。冯乐轩来上课了吗？冯乐轩以后都不来上课啦？为什么？哦，他奶奶打电话说他小升初了，学业比较重，以后在家温老师教他钢琴课。哎，等一下他奶奶就过来办理手续。啊。你是找冯乐轩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有事儿。啊，我也想。谢谢，拜拜。当时你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完全没办法照顾孩子，再加上孩子的状况很危急，是死是活谁都不能保证。我只能让你签了委托书，给孩子转了院。可是转院后，医院一度认为他活不下来了，我们也都已经放弃了。可每次看到他躺在保温箱里，身上插满管子，但他还在努力呼吸。奇迹的是，他活下来了。后来给他起名字，中间加了一个“乐”字，希望他这辈子都能平安、快乐的长大。他也是快乐的长大的。3岁的时候，他发了一次很久的高烧，
小瑞放下所有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地照顾他。从那以后，小瑞决定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乐乐虽然没有母亲，但是他最不缺的就是爱了。小妍的出现，给了乐乐缺失的母爱。他教他钢琴，还会照顾他的起居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你可能也已经看到了，乐乐对小妍的态度。我希望你能想清楚，接下来你所做的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。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孩子还活着？你和孩子的情况都这么糟糕，你觉得跟着你能活吗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你骗我，抢走我孩子的原因。随你怎么想吧。乐乐长大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结果是什么样，我们谁都说不好。冯瑞知道吗？这有什么不同啊？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放弃我做母亲的权利。希望我能顺利通关吧。那你考上之后，是不是就要出去深造了？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呢。你肯定能考上。就你会聊天。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小杨给人写程序赚钱了，他说等他拿到钱，请咱俩吃大餐。这么厉害，那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宰你一顿大餐。完全 OK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妈怀他的时候到底吃什么了，这脑子怎么比我聪明这么多？又努力又争气，干什么都是第一名，是吧？王师傅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忘了接下来干嘛了？好好，不说你了。婷婷，我们今天呢是特意来给你加油打气的。对，我们就以茶代酒，祝你明天考试成功，飞昆8录取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I don't know what's going on.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shoes. What do you think? Stick to me. 你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唯一。你好，这边。好了，快裂开。那这边请。谭思婷，我都想死你了，这么多年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怎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下了飞机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，你得接我电话。行行，让我赶紧先看看，来，我看看。干嘛你？天哪，上帝太不公平了！怎么不公平了？当然不公平！你看你还这么漂亮，那么瘦，你看我啊，已经胖的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怎么了？你看你现在多美啊！别站着说了，坐下吧，来。好，哎，我拿来。啊好，快里边，上座。这是买单的位置吧？不会让你买单的，今天啊全是王泽远的。我跟你讲，谭思婷，为了第一时间见到你，我买的可是全价的商务舱的票飞回来，给我报。报！我这一会儿让王书涵讹了我一大笔。我给你报。瞅你那点出息，来庆祝思婷回来，咱们3个干杯！干杯！你都干了。思婷回来，我真的是特别高兴，咱们就再走一个。你慢点喝，一会儿你喝多了肯定要撒酒疯的是吧？我跟你说，
这些年我酒量见长，长的不只是酒量吧，体重也长了。体重这事儿用你说吗？啊，这大家都看得出来。要是出了这个屋，把我体重告诉别人，打死你！不说这个了，倒胃口。思婷，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就是挺简单的呀，每天2点一线，剧院家。旅行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。我听小远说，叔叔那边好像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啊。对呀，我爸这边也没什么亲戚，只有一个远房的表姑。我也联系他了，他说这些年我爸都没有找过他。我帮你在网上发了寻人启事，要是你爸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，会联系我们的。谢谢。对，小远在那个什么网络那一块是专家，他发了那个寻人启事，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变化大吧？挺大的。那我变化大吗？不大吗？变好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变成现在这样，我更没想到我还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。舒涵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一直特别羡慕你。你看，叔叔阿姨都陪在你身边，然后呢，你还有个那么懂事体贴的弟弟。你知道吗？离我跟我爸最后一次见面，隔了多少年了？所以啊，你要知足，知足才能活得高兴。我知足啊。你还羡慕我，我还羡慕你呢。哎，回来以后跟那个谁见面了吗？谁？明知故问。冯瑞。啊？见了，下午见的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啊？你跟我说说。还有啊，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不在他外公那公司了，好像自己出来弄了个什么酒庄。你刚才一杯一杯干的就是他的酒，我还以为你从法国给我背回来了呢。那么多行李还能背酒啊？你们俩谁约的谁见面？没有谁约谁，就是我自己下午逛的时候，也巧了，刚好逛到他酒庄，顺便聊了2句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不然呢？你们俩不会旧情复燃吗？行了，复什么燃？我要走的时候，人家老婆孩子都来了，孩子都长那么高了。那咱不要他啊，咱不缺他一个。你回来我给你介绍，我手里全是帅哥，全是尖货。你自己留着你的尖货吧，手拿把掐的尖货。我给你介绍一个，要么你这回来自己空虚寂寞冷。我不冷，挺热的，挺热的。奶奶，阿姨来了。啊哟，阿姨。哦，小妍在这儿。你们拿这么多呀？来，不用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来了。快，坐下。哎，您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点吧？不了，我吃过了。来，快，你们。哎呀，这是小妍做的吧？你就随便做了点冰箱里现有的菜，看着就好吃。吃点吧。我吃过了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小妍，坐下。哎呀。辛苦你了啊！不辛苦，阿姨。等下次啊，我准备好食材，好好给您做几个我的拿手菜。好。哎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。哎，明天是周末，要不要到奶奶那儿去？不行，我还没吃饱呢，中午还有作业没写呢。我给你带的有洗机。吃饱了，怎么有洗机？哎，这拿上作业，没吃完呢。走了？哎呀，没事，等会儿。我们先走。阿姨，那我也吃的差不多了。不用了，你们俩接着吃哈。慢点儿。带齐了没？带齐了，都带齐了。你别只顾着玩打游戏啊，要做作业啊。行。哎，放心，行，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吃。阿姨，我送你们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我把孩子送回来。啊。
阿姨在。好久都没到奶奶这儿了吧？是啊，奶奶。小罗，放这儿。哇塞！早点回去，歇着吧。啊。好的，刚才。那我先回来。行，奶奶。再见。嗯，带上门。奶奶。哎。我这些小时候玩的玩具你还没扔呢。那哪能扔啊？这每个玩具后面都是你的故事。我一看到这些玩具，就想起你小时候有多皮呀。奶奶，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你怎么提到她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着我爸有的时候太闷了，直男一个，啥也不懂。我还是像我妈，充满活力、敢于追梦的少年，对吧，奶奶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爸爸和小燕阿姨在一块儿，会怎么样？你高兴不高兴？我那是相当高兴呀，我连外卖都不用吃了。就是啊，你看小燕阿姨哈，端庄大方，没错，漂亮，还会做饭，是吧？有的亲妈也不会这样吧？对。所以咱们俩一定要联合起来，让你爸脱单。对。奶奶就是太惯着乐乐了。隔辈亲嘛，老人对孩子也能理解。不过乐乐真的是长大了，不会拿咱们俩开玩笑了。现在的小孩子什么都懂。那你觉得乐乐心理年龄有多大呀？相比同龄的小朋友，应该成熟一些吧。我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错觉，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大人交流一样，就是太懂事了。所以我跟他沟通没有障碍。但懂事的让人心疼，你不觉得吗？男孩子嘛，早熟一点没什么的，这样反而对他来讲是好事。可孩子就得有点孩子的样子呀。要是乐乐是我的孩子的话，我是不希望他像现在这么懂事的。我希望他可以去犯错，去任性，去撒娇。人嘛，总有一天会长大的，但是童年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你也是个好学生啊，可以快速的接纳老师的正确想法。是应该让他保持童心，不必这么强大。其实你也一样。你也不用总撑着扮演自己有多强大，在信任的人面前，也是可以卸下伪装的，对吗？来吧，各位老师，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客座老师谭思婷，想必大家都认出来了吧？谭老师是法国爱神8团的首席，刚刚退役就来我们这儿了，真是太荣幸了。能跟大家共事也是我的荣幸。谭老师可是婉拒了法国皇家芭蕾学校的邀请，来我们学校任教的。希望今后你们在一起团结友爱，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多余的话就不说了。眼前当务之急是郑一凡同学离YGP 日本区的比赛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带于凡呢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，他很有天赋。这次 YGP 呢，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给评委会把他的视频寄了过去，没想到通过预选了，马上就要去日本参加比赛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，也许是到了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。关老师，你带了郑一凡挺长时间了，也很辛苦。我考虑最近你就把他先放一下，让谭老师带带他，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变，你觉得呢？好啊。延伸，收腰，胸腰呢？膝盖绷直，都有了。膝盖绷直，对，肩下沉，沉下去。
要2份一加奶的一口心。好嘞，稍等。姐姐，我今天要2份。好嘞，稍等哦。阿姨你好。你好。这么巧。还记得这家店吗？我只知道这家店。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吧？是啊，都没变。好啦，谢谢姐姐。稍等了啦，这是这位阿姨先点的。啊，没事。吃饭吧，小马。谢谢啊。好了，请慢走。好美女。改次见吗？对。不做也可以。算了。快尝尝这个。怎么样？不错。你说我可太惨了，我这么喜欢吃甜食的人，居然不能吃奶制品。不过还好有你。你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成都才找到这家店。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吃甜品不能加糖，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有人吃甜品不能加奶的。你要是爱吃的话，以后我们经常来。对了，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就没有什么小奖励。你吃一口。就这个啊。你过来。再过来。你好，这边消费8选。好，3里。哎爸，刚才那个阿姨是上次去酒庄找你的那个吗？对，谢谢。她也爱吃这个呀。可能吧。哎，咱俩不在这儿吃吗？回家吃。我来。好，你拿着。庄老师让我带您了解一下，这个中心在这一带还挺有资历的。咱们开设的是4到16岁孩子的艺术课程，主要呢有乐器和芭蕾。咱们学校上学期在这面也开了培训班了。一呢是面向社会普及芭蕾，其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苗子可以提前吸收过来。走，再看看。还有钢琴班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钢琴课也很好，老师们都很优秀。要加强一下练习了，马上要考级了，回去1个小时是基本的啊，一定要加强一些这样的话，不然的话考级是考不过的。哎，冯乐轩，马凯博，你曲子练得咋样？还行吧？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咱们上课了。啊，拜拜，我进去了啊，拜拜。阿姨，咱们坐这儿等吧。这老师是哪儿毕业的？哦，严老师，他也是特别优秀的老师。最近乐乐汇报演出的曲目，就他主要来指导。哎，你好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叫温佩妍，上次。啊，记得。我叫谭思婷。阿姨，正好我也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瑞的朋友，这位是小瑞的妈妈。不知道之前你们俩见过没有？
你好。你好。您是到这儿找人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在这儿教芭蕾舞课。这么巧呀，我是这儿的钢琴老师。哦，是吗？哇，那以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啊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聊。好，不打扰了。小瑞那个朋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上次我送乐乐去酒庄见过一次。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？那天也没聊什么，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小瑞对你怎么样？你们现在……我觉得他好像比之前柔软了一些，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客气了。那就好。哎，妈，回来了，都来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看柠檬鱼，小杨阿姨的绝活。你今天又有口福了。真没想到，小妍真能干。你看会做这么多菜。一直都说想好好给阿姨做顿饭呢，今天终于是有机会了，就是不知道啊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哇，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这鸡汤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汤也好喝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乐乐，听严老师说你这次留意曲目的难度不小啊，最近可得加把劲了。知道。我吃完这顿饭就开始闭关了啊。要不要让小杨阿姨给你辅导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我和乐乐配合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那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小瑞，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遇到谁了吗？谁了？就上次在酒庄遇到的你那个朋友谭思婷。哦，这么巧。他现在啊，竟然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芭蕾舞老师，我和他成了同事了。有，他有跟我说他退役以后回来教学。有。哇，这个汤真好喝。可以再帮我。来，我给你盛。谢谢妈。我帮你盛碗这个，尝尝。行。你跟他见面了？谁？哦，谭诗婷，有见过。怎么没跟我说？不用每次都向你汇报吧？你们说什么了？只是普通问候寒暄。没有再联系吗？见个面，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好奇怪，恰恰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，恰恰又走进了你的酒庄，恰巧又跟小妍成了同事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他要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。
小瑞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什么都不管不顾的，扔下一封信就跑到法国去了。乐乐，当时只有这么小啊，你妈累死累活的，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，帮着你带孩子。好不容易现在生活进入正轨，他突然又出现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又想祸害我们？妈，我跟他不可能。他见过乐乐了，但他的乐乐没有一点反应，我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们家，更影响不了我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还有啊，小妍对你、对乐乐那么好，咱们不要辜负人家。回去吧。头的位置，头的位置，手，脚尖，注意脚尖。好，动作要齐啊，非常好。今天偏 rap 一下，做的不错，但是还是要注意情绪。跳舞之前一定要先有情绪。好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练习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拜拜。谭老师，门口有人要见你。在巴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回来就回来。我回来之前还需要提前跟您打招呼。回来要做些什么？您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2年前都说完了，但是我怕你没听明白。您说的很明白了。不需要再费口舌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后面还有课，先去忙。等一等，你看到了，小瑞已经找到他另一半，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来之前呢，我也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。他说，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。这是30年的自作多情吗？我对于你们家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在教培中心，我是无意识碰到你儿媳妇的，今后我也不会再去了。好，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要是你为了钱的话，大可不必这样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您真是没变，10几年了还一个样子，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事情。谢谢你，我不缺钱。
这里面有50万块钱，我希望你离开小瑞。高慧，你等这天等很久了吧？你就故意把冯瑞支走，然后让我生下孩子，故意让我们两个见不到面。你越这样想，我越要告诉冯瑞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要等他回来，我要亲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这个好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弟弟昊天和你爸爸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堵墙。就算是你们在一起了1年、2年，甚至3年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谈到他们中的一个人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就会有分歧、争吵，甚至是互相伤害，把最后的感情和尊严消磨干净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一定要走到撕破脸皮、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，还不如这时候各自能去完成自己的事业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说，我们不如在一起算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就是觉得，其实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接乐乐放学，给乐乐教钢琴，给你们俩做饭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你不也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那就盖章了。好，盖章。那我回家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拜。旧梦像手边一枝纯白，花尽旧生舟，松开满载，不动声色的慢慢醒来，偶尔的意外，沉没在谁心海。
谁不曾寻在一生空白？唱一世慷慨，倾心将来。别追问如何把过错掩埋，我所有的等待，只为积攒忘欢色彩。太不渝的姿态，藏不住风雨的颓败。放故事落定在人海，一生才能晕开。那些负重记载，都不过光阴的后代。若回看，余温全停在时空错落的对白。来了，小慢点，在2楼。小瑞，回来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给你看个小可爱。小可爱，你看看，谁回来了？啊，爸爸回来了，啊，看，他在听呢。可不可爱？啊，一回家来你就问他，你就不问问家里别的人呢？哎呦，你看。孩子刚生下，他就去法国了。他说他放不下芭蕾，那是他一生的梦想。不可能，婷婷不是那种人。艺术家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生了孩子，他还能跳舞吗？你不要太天真了。想去太远的那片天涯，所以没时间可以停下。很多事其实不算复杂，我也有资格自问自答。见过或错过都是刹那，正如我梦过不同的花，我的爱，我的心。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你会为了芭蕾舞而放弃我和乐乐，直到亲眼见到你对乐乐的无动于衷，才明白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让乐乐知道这些真相，那只会再一次的伤害他。
8、3、2下腰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小瑞已经找到他另一半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。家长的意愿也很浓。好，就这样啊。怎么了，婷婷？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赵老师，我就想教培中心那儿，我能不能请一段时间假？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于玲的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，还有于凡的比赛，我怕影响我们后面的进度。今天啊，我知道，一个新的学校，一群孩子，本来就困难重重。加上还有些繁琐的事物，作为你来说，可能就有点大材小用了。不是，不过我相信你的素质和眼光。我们下一个谭思婷，还是要靠你去挑选和培养。至于学校这边呢，像于玲玲、郑玉凡，其他老师都能帮得上忙。但是教培中心还是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知道了。孩子严重缺氧，血氧饱和度低，快让他吸氧。呼吸暂停，做心肺复苏会造成先兆流产。孩子已经不哭了，全身发紫。呼叫儿科医生，赶快组织新生儿复苏。